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叶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陆琪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新唐米娜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好不容易订婚了，现在又反悔，要我做上门女婿，我真不懂他们究竟要干什么？为什么我结个婚这么难呀？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现在我母亲因为他不同意做上门女婿的事情，干脆都不理我了，他却从来没有为我和我们的未来考虑过。我放不下这5年的感情，也不想违背我自己的内心，如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有请这对嘉宾，有请。魏先生25岁，来自山西运营；吕女士26岁，来自山西带货主播。欢迎两位啊！对面的这位女士是你的，是我的未婚妻，那就是马上要步入婚姻了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打算什么时候领证，什么时候办婚礼呢？再过上一段时间吧。应该是认识了很久，是吧？5年了。5年，对，都订了婚了吗？为什么订婚之后反而出了这些问题呢？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们家是2个姑娘，我姐姐已经出嫁了。我母亲看到周围邻里他们有招上门女婿，就觉得自己也想有个上门女婿。不同意？对，因为我这边我有个姐姐，然后我姐也已经嫁了，然后我家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了。哦，提了她没同意，对吧？对，没同意。没同意怎么订的婚呢？订婚其实也挺曲折的，订了3次，最后一次才订成。就前2次为什么没订成？第一次属于是他给我说的，我爸妈去了以后不会说这个上门女婿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和我妈才同意去他们那边谈。我爸他当时在外边上班没回来，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去的，然后去了以后还是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上门女婿这个问题，这肯定谈不拢就走了。对。第2次呢？然后第2次。我爸回来以后就觉得，就是说再把这个事情说一下，可能就是说他不在，人家觉得我们家没有诚意嘛。哦。然后就让人家又来我们这边看看我们家的环境，最后也是没有说出来个1、2、3嘛。明白了，是想让女方看看嫁过来放心，是这意思吧？那第3次怎么就定成了呢？然后第3次可能就是我对象他做了一些工作吧，然后最后也算是把这个婚定了。不定了不就行了吗？就准备结婚呗。当时定的就是说我就是拿彩礼，然后结婚这样的，然后现在又反悔了，要个房。当时没有说房。哦，附加条件了。对，在哪儿要一套房啊？我们是属于是2个县城里边的，在市里边，离他们家近一点，离我们家也近一点。明白了。其实我妈提出来要房这个条件，也是觉得自己女儿嫁过去之后。也不想让我去受那个委屈，跟着他家里面那边生活什么的啊。你站在谁那边呢？我现在是站在我男朋友这边，然后我妈现在都不理我了。她现在就说你要么就选他，要么选我，要不这个家你都别回了。就等于说你现在跟你妈因为这个事儿闹掰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是。哦，你是不打算买这个房？不是说不买。我当时想的是，就是说，彩礼不是给了吗？然后拿着这个彩礼，然后我爸妈再添点钱，我首付一个房子，这么想的。缓一下，不用这么赶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女生等于通过新房的事儿跟自己的娘家妈妈闹翻了。对。那你跟婆家的关系怎么样啊？你都站在他们那边，他们是不是对你特好啊？其实也就挺一般的，我跟他妈妈相处的也不是特别好。那发生了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定完亲，他妈妈那边就着急想抱孙子嘛。然后这个我现在我不想去那么快，尽快的去生孩子。然后因为我俩现在工作也是处于一个刚刚稳定，就是说想攒2年钱，自己买一套自己的房子。所以你婆婆现在给你压力让你生娃？对，是。但是你还没进门？没有。你在这个问题上跟她是一条线的吗？我感觉生个孩子应该没那么大压力吧，我爸妈他也会照顾嘛。得了，这个时候亲密的战友要背叛了，你是想要的对吧？
我爸妈想要他生一个呗。那人家爸妈还想要套房，你咋不给呢？你又不是说不买呀？人家又没说不生，晚点生啊。不仅就是说生孩子这件事情，而且他妈妈就是我的身高嘛，一直想要求我去穿高跟鞋。穿个高跟鞋穿就穿了呗，又不是说怎么样。不只说这一件高跟鞋的这件事情，他以后更多的干涉咱俩的生活，对我可能指指点点什么的。你觉得你这个未婚夫对你怎么样？人怎么样？在一块儿的时候挺好的，他还挺会照顾人的。但是就是最近嘛，我去他公司，刚好中午在一块儿跟同事吃完饭了，让他去点咖啡，然后他当时就给那个就没有在一块儿吃饭的一个女同事，然后他说给那个孙姐也点一杯，他都没有在一块儿吃饭，你为啥要给他还点一杯咖啡？进这个公司，人家就一直带着我，教了我一些东西，给人家点个东西不是很正常吗？我们也没有什么呀。所以你是怀疑他跟公司的某位女同事关系不太清晰是吧？对，就特别照顾人家那种。本来没有什么呀，人家都有老公有孩子了。那他就是你每次下班或者是快上班的时候，他让他儿子给你去拿微信去发那个语音，说什么叔叔，我妈妈今天能不能坐你的车去上班？然后你也没有拒绝呀。顺路把人捎上就捎上了，做个人情也就那样呀。哎，那儿子你都认识了？对，人家可能孩子比较爱见我吧。孩子比较爱见你，我这属于是，就我包括我姐的孩子这些，属于是挺有小孩子缘的那种。离异女生，还是有老公？有老公。有老公干嘛搭一个年轻小伙子的车，还让儿子去说这事儿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有老公有孩子，我感觉才不会有什么呀，他应该放心吧？放什么心呢？到哪儿放心啊？这很反常啊！一个女人要搭一个男人的车。这事儿正常吗？同事嘛，挺正常的。其实我现在想让他就离开那个公司嘛，然后之前也有提过说，能不能跟我在一起。我们以前在一起也工作过，可能就是两个人劲使不到一起，我就感觉不合适。现在这个工作我感觉挺稳定的。那对你未婚妻提出的这个要求你怎么看呢？他觉得你跟孙姐关系边界不清，因为我听完之后我也觉得边界不清。至少让一个已婚的女同事的儿子给你发微信说：“叔叔，你来接我妈妈吗？”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很让我奇怪。因为人家也可能是为了避嫌吧，因为这些事情他也知道。他在发微信的时候，他也听见了，他不是没听见，又不是说背着他。行吧，还是要问你，你进来干嘛？我想让他就是做出改变。改什么？第一个是我跟我父母，然后他能不能就是把我们的关系？他怎么帮你们呢？打算要几个孩子？可能暂时是一个吧。能要2个吗？一个姓你们家的姓，一个姓他们家的姓。为啥不行？你家的孩子跟他妈妈姓有啥不行的？哪儿不行？因为我哪儿不行？我就问你。偏狭碰到了偏狭，永远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。所以啊，要从根儿上解决。只要他答应这件事儿，你父母跟你关系就改善了。他不愿意呀。我们都不说你父母的那个认知是不是对的，我不去议论这些东西，我只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解决的问题。今天来这儿干嘛呀？大胆地说出来，你想干嘛？就想让他放弃那份工作。你说白了，不就是你认为他跟那位同事关系边界不清？是。你不就让他改吗？是。改的标准就是离开那个单位吗？对。离开那个单位，他下次再碰到了张姐怎么办呀？再碰到刘姐怎么办呀？你老是你直接说你的需求不就完了吗？还没有结婚就发现未婚夫不是我想象的那么一个人，我该怎么办嘛？而我又为了这段所谓的婚姻，我众叛亲离嘛。现在是不是就这问题？不就这个意思吗？确实没有跟孙姐怎么着是吧？没有。行了，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，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老师好。你好，放松啊，挺可爱的一个姑娘。我想问一下，今天你为什么没穿高跟鞋来啊？
因为高跟鞋我一直穿不惯，而且那个硌脚磨脚。我想呢，男方的妈妈一定希望你穿高跟鞋。是。你想到过这个吗？想到过。那你为什么没穿啊？他看了你穿平跟鞋出现在屏幕上，他一定会不开心的。他不开心，那我也不开心呀。对呀，你开不开心很重要，对吗？对。我特别希望你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你好惨。现在你跟妈妈闹翻了，而你的男朋友呢，他又并不体谅你，这属于双重压力压在你的身上。我想问一下小伙子，你穿过高跟鞋吗？那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在谈到让他多穿高跟鞋的时候，你轻描淡写的说一句，你说那就穿就穿呗？你知道穿上高跟鞋什么感觉吗？你就让他穿。你知道他有多难受吗？你只考虑自己妈妈的感觉，他怕儿媳妇儿让人觉得个子矮，他丢脸，你就没有想过女朋友的感受吗？还有，在刚才主持人问到小姑娘说，你妈妈有这样的想法，让她呢赶紧把孩子生了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。她不是那么想的呀。你说了句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你说来生孩子生就生吧，你生一个给我看看，让我看看容不容易。我抬杠了是吧？但是你确实没有发言权的小伙子。生孩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？他有他的人生规划。你说这句话轻描淡写的，你就打乱了他的人生规划。你不愿意跟你父母闹翻，宁愿打破你未婚妻的人生规划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刚跟自己的妈闹翻啊？他是扛了多大的压力？他父母那边压他，你父母那边跟你一块也压他。他这么小一个孩子压扁了怎么办啊？你不心疼吗？还生就生吧，高跟鞋穿就穿吧，你穿一个给我看看啊！哪那么容易啊？真的，你没有经历有什么发言权？你跟你妈妈那么闹翻过吗？家门都不让进，而且妈妈非常伤心。你为了一个男人，你连妈都不要了，对不对？扎不扎心啊？你不敢让你母亲这么指责你吧？所以你完全站在他们那边，你就不考虑女朋友的感受，那想法就很自私。如果是我的女儿，我也不放心啊。这是我觉得小伙子这方面有一些问题啊。还有就是小姑娘，我觉得你缺乏主见。妈妈的这种安排我不喜欢，我就不接受。男朋友和男朋友家的这种安排我不喜欢，我也可以不接受。我要按照我自己的人生规划来。如果谁把不公平强加到你身上，你都要告诉他，我不同意，我有其他的想法，人生是我的，我不想让我的男朋友做上门女婿，我拒绝妈妈。我不想让别人干涉我的人生规划，我拒绝男朋友。我不喜欢的东西，我一定要提出异议。记得人生是你的，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人生，只要你有勇气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。我想坚定你这份信心，你可以的，包括你有不穿高跟鞋的自由和选择。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及时止损吧，否则你的苦日子在婚后。现在还没领证呢哈。没有。在这个时候做出决断，我觉得是最合适的时机。否则你不光众叛亲离，然后最后自己过度的付出，换来的是别人对你的更加不尊重。我就说2点：婆婆让你穿高跟鞋，她只是在意你身高这件事情吗？她其实从另外的一个层面，就是告诉你，我没有看上你，我嫌弃你，身高只是其中之一。随意就拿一个外在的表象来衡量一个人，对一个人不满意。
送，在车里聊聊天。一旦这个孙姐还是李姐的和自己的丈夫有一点什么不开心了，没事儿和她倾诉倾诉，两个人很容易就是这样。你所担忧的就是真的，他就是在暧昧。为什么那一个姐姐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来发这个信息？此地无银300两嘛。这是一个靠不住的男人，姑娘，请你回到你自己的家人身边去。你的性格不适合一个人在外闯，回去吧，孩子。关于你，我都不想说啥。我最讨厌男人一边在那里跟人搞着暧昧，送着奶茶，一边又说他已婚，他要已育哦。你骗谁呀？就这件事情上来讲，乖乖放了你的未婚妻，反正你的妈妈也从来没有看上过他。我对他的最大的失望就是关于孩子性的问题。就如果你想你真的爱他的话，你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妻子跟那么爱他的母亲决裂嘛？这个事儿特别的简单嘛，为什么就不能做呢？我想的是，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去，就是说，不是他的核心需求，这个需求为什么就不能满足呢？你别的地方你也做得不好啊，你没有说我替我未婚妻上门，我跪在那儿，我跟丈母娘认错呀，我媳妇儿错了，妈，现在我们就是买不了，我几年之后一定买，没有啊，你的态度是走吧，走得挺好的啊，你看都到我们家了，来接着来吧。这是我特别觉得我不太能接受的，但我感觉这是在为难我。没有任何为难啊，为什么到丈母娘家第3次的时候，你说他为什么同意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因为妈妈爱女儿，看着女儿很难受，算了吧，放过女儿吧。是，这不就是爱吗？在撕扯的时候，因为妈妈爱女儿，所以把手放开，不让女儿痛嘛。为什么又反悔，并不是为难你呀，而他妈就觉得哪儿不踏实，那怎么办？要远离公婆，害怕呀，所以才提出来了，你们到第3地去安家。然后哪想到这个时候，闺女儿把父母给卖了，一头扎到这儿去了。你去杭州吧，陆琪老师主意挺好的。记住跟妈妈保持联系。今天下了节目就应该跟妈妈打电话认错。你妈虽然偏狭一点，但是没有任何不爱闺女儿的心，只是爱的方式不对。你要真爱她，你能等2年吗？那等呗，对吧？让时间去考验你们的爱情呗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还是觉得我有些事情可能听完老师的话，我可能觉得就是我也挺没有主见的吧。我爸妈的话可能我听得太多了，也没有去。来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请两位。
生活是人家自己的事。祝你们幸福啊！谢谢两位。谢谢。新条米娜妈妈嘴都气歪了。那我要是他妈，我得想尽一切办法拆散他。啊！气死我了！把米娜老师气得咬牙切齿的。你呢？我还好了，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成长都是要在痛苦当中来的，啊，有一些苦是一定要吃的。两个人抱在一块儿的时候，那个小女孩全身每一个细胞全都诉说着依恋，她是太喜欢对方了。那男生就是志得意满了，哎，我赢了那个感觉，男人的态度是我赢了，对对，非常的得意。希望今天的选择不会让他后半辈子的人生特别后悔吧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在哥们儿面前，他从来没有给我过面子，也没有尊重过我的兴趣爱好。我只不过是去和朋友出去骑骑车，他却什么都要管。虽然我们之前有许多问题，但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朝着结婚去的。如今他居然跟我说，在短时间内没有这个打算，那我究竟算什么？我只是想有了经济基础之后再谈婚论嫁，他却总是借题发挥，三天两头的和我吵架。如今他逼得这么紧，我的生活实在是太窒息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齐22岁，来自北京学生；小王23岁，来自北京学生。姑娘怎么今天心事重重啊？因为就是我们两个一直在闹矛盾，就整的心情不是很好。哦，有，高中是同学是吧？高中是校友，不是一个班的。对啊，什么时候恋爱上的？上了大学之后。现在谈到今天谈了多久？3年。来吧，姑娘，说说你们的矛盾吧。他总觉得我在朋友面前不给他面子。这是个事儿吧？我的天哪啊！因为他经常会不在乎我的感受，摔门就走。我朋友在旁边呢，挺不礼貌的，让我也很没有面子。就是他总觉得我不给他面子，就例如上次他朋友来，因为我身体不大舒服，我就说你们先聊，我去屋里待会儿。他非让我跟他出去待一会儿。男生嘛，就一会儿聊会儿表，一会儿聊会儿车，那我都听不懂。我也尽量的说我去融入他们，就是搭几句嘛，就是搭一次没人理我，搭一次没人理我，就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。然后当时我可能就情绪就上来了，摔门就走了。这小情侣吵完架，这不就和好了吗？这是多大的事儿啊！他说的这个只是其中的一次，而这样类似的事情有很多，就是经常会这样。对，所以伤及到感情了。对，好，还有什么伤你们感情的事儿，姑娘？然后就是他骑摩托车嘛，也会吸引别的小姑娘注意。他就是大晚上的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作品，就会有一个女生私聊他了，我就点开了，发现里面有一个电话号码，我就顺着电话号码就查过去了。大晚上11点多聊了半个多小时跟那个女的，然后我就很生气。那天晚上我是发了一个那个视频。之前有一个女生，我们只是认识，但是不熟。因为她是一个女孩，她家里面不会给她买摩托车，也不会给她买汽车。她就说想让我带她去跑山，想体验那种快感嘛。我说那可以，我带着你去也行，你掏油钱，我带着我女朋友，然后咱们3个一起去。这么跟她说完之后，她也是就算是答应了吧。然后我也这个事儿就这么着了。哦，我就感觉他们俩肯定有事儿啊，这个就充分说明2个人情感其实已经出现间隙了嘛。女生已经开始不信任他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一半信一半不信。真的就是不信嘛。而且你这个表现不像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呀，怎么会这么去查呢？因为他之前比较花心啊。就是他不光这一件事情，还有之前就是我在上班嘛，他背着我去跑山，他没有跟我说，然后还让我朋友看到了他后面带了一个黑丝妹妹。那次是因为他说的那个女的跟我一个朋友去跑山了，我认识那个男生，然后他跟我说
他摩托车爆胎了，他就去修车了，然后把那个女的就放在那儿了，然后问我在不在附近，能不能帮忙把她带回去。然后我正好也在附近玩嘛，我就带上那个女的给她送到家，送到家以后，然后我就回来了。那送到家你还搂着你的腰是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我送她我比较着急，就在红绿灯起步的时候，我可能起步就是稍微起得快了一点儿，那她往后一仰，她没法扶前面，她只能是搂着我，然后就搂了那么大概3秒都不到吧，然后我就速度起来了。你这都记着呢，3秒不到。反正就是时间不长，就这么一下嘛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这搂着腰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你刚好我朋友拍照就在他等红绿灯那儿，因为我朋友坐公交车。你看，你不能做坏事儿吧？你做点坏事儿全被然后发现。当时那照片里他那表情还特别享受。哎呦，那眼神你都看清楚了，你想象了吧，姑娘？没有，因为像素比较好，离得还比较近一点。行，这就叫花心是吧？那还有一个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呀？就是在去年11月11号那天，我朋友在交友软件上看到我男朋友了，就给我把截屏给我发过来，然后我就看他手机嘛，他手机里没有这个软件，后来我给下载了，下载之后登录他的那个账号之后，就发现了有一个女生，就是他俩聊天聊的就不太对劲。这可解释不清了啊！你说带那姑娘是因为车坏了，您去烧的脚，这在交友软件上跟女生聊天，这不太容易解释清楚。这个事儿吧，说实话，有一种报复的心理吧。报复谁？报复他。报复他啥呀？在几个月以前吧，我们在一个商场里边干兼职，那个时候有一个男生也是跟我们在一块儿的。我对那个男生，我们都在一个区域里边，肯定是比较熟悉嘛。那个男的反正就是特别花心，看见女生走不动道的那种，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就跟那个男生他就聊到一起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当时已经很生气，就是气到都浑身哆嗦、浑身抽搐的那样。后来我冷静下来，你就是干嘛还哆嗦还抽搐啊？不就聊个天吗？因为我们很了解那个男生是一什么样的人，然后他还非要往那个男生怀里边去扎，这个就很危险。我就很生气。然后我跟我室友去找那个男生去理论，然后我也没有去跟他说这件事儿。我说这个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他也知道我知道了。那男生呢也明白这事儿是怎么回事了。我说那就算了，那就这么着吧，睡宿觉就翻篇了。都这么大人了，都知道怎么回事就算了，没有必要去说太细。然后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后来呢，过了1、2个月吧，差不多。然后他的母亲来找他玩儿，他就给我发微信说要不要你也来。我们3个就找了一家饭店，就准备吃个午饭。在等菜那段时间，我就无意间拿起他的手机，有一条未读的微信，我就打开了一看，还是那个男的。然后我当时因为他的母亲在那儿，我不好意思直接翻脸，我说阿姨，我学校还有事儿，那个您先吃，我先撤退了。找了个借口我就走了。我走到一半，他后边追我来了。这件事儿我理解不了，毕竟他已经知道第1次我有多么的生气了，他还要去找同一个男的去聊第2次。后来我们就分开了。分手了，就几天。嗨，吵架呗。就那时候也是赌气。说分手了吗？分了，确实分了。分了几天。我跟那个男生就是很正常的聊天，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就基本没有自己的社交圈子了。然后他那阵儿也就是比较鼓励我说让我去多交一些朋友，再加上当时他买了台电脑，他老跟他室友一起玩游戏，就总是忽略我的感受。你好半天回我一条消息，我都睡着了，可能他才回我消息他在干什么。被冷落。对，被冷落。所以有一个人出来表现得更热情一些，就聊了聊天。对，就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但是他聊的就很不正常。我冷落你，可能是我刚买的电脑就新鲜，但这并不是你去找别的男的聊天的一个借口。那我聊天很正常呀。那你跟那女的，你又叫人老婆，又叫人宝贝，还要接人下班，你觉得正常吗？我就是有报复的心理。行吧。那就说，当你发现这个之后，你们俩就分手了。后来怎么又和好的呢？我吃软不吃硬，然后他就天天来找我，3、5天，
我就受不了了，然后就和好了，最后和好了，就原谅他了。所以你和好之后，开始跟其他的人去聊天，你把这个解释为一个报复行为。对，行。刚才他提到他跟你母亲吃饭，你们双方家长知道你们在恋爱吗？知道。见过面吗？见过，但是第一次见面不太愉快。什么情况啊？因为那时候快过年了，然后他爸妈就是比较担心他，因为他是独生子嘛，所以就想着给他接回来。因为当时我俩是在一块儿上班的，就在那商场里上班。他爸妈就是也是好心说要给我送回来，然后就让我爸妈也去接我，就是到一个点呢，他们一块儿会合嘛。最开始他爹就是确定好了一个地儿，但是后来又改了，中途改了一回地儿。我爸妈就觉得说他父母有点言而无信，你说好了就说好了，你为什么要突然变呢？后来见到之后，他爸妈下车了，我爸妈没下车，我上去还跟他们说让他们下车，他们当时就是因为生气嘛，也没有下车，就开车直接走了。后来我觉得我父母挺没礼貌的这件事情，然后我又给他发微信，我说我替我父母给你父母道个歉，就不想让他们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影响我们俩以后嘛。后来每回吵架，他都会提这件事儿，说他父亲有点接受不了第一次见面。那你们俩这情感到底想往哪个方向走呢？就是还想跟他结婚呀。你已经想结婚了？我跟他处对象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那意思我能不能理解为你现在急着想嫁给他呀？可以。可以啊。你跟他提结婚了？跟他提过，他之前会说会结，肯定会结，但是后来越往后问，他就越推脱。还没打算结婚的吧？目前还没打算。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再过2年吧。现在手里面确实是没有钱，我可能想的比较遥远。我要真的去爱他，我不会就草草的去跟他结婚，我可能会耽误他一辈子。我觉得最起码你得心里有把握，能给他足够的幸福的日子，然后你再去娶她，再去结婚。等吧，等2年愿意吗？我总感觉他说的这个等2年就是不太确定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就是我是那种就是裸婚也可以接受的那种，因为我也有工作，我不可能说我只靠一个男生去用他的钱去过日子。所以对你来说，什么彩礼啊、房子什么都无所谓，是吧？对，都不太重要。只要你娶我就行，是吧？对。我觉得不能因为说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就跟你结婚。然后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。你们俩现在还相信彼此吗？也相信，也不相信。你相信你自己吗？相信。你说实话。半信半疑吧。其实心性还没有稳定下来，所以你啊，有什么跟姑娘说什么。她现在就是不打算娶你了，你愿意跟她继续处下去吗？不愿意。所以说，实际上面你现在要不然立刻马上娶了我，要不然咱们就分手，我不愿意等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让他一定要表态吗？对。因为我也20多了，我就是我预想的结婚、就是。你不是才23吗？对，那不是20多吗？不是才23吗？问题他才22啊。就是我预想的是在25岁之前结婚嘛。行，听明白，反正就是要嫁嘛，不嫁我就走，是这意思吧？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拖是吧？就是现在我肯定不结，对吧？但是我不希望跟你断，是这意思吗？现在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这就是矛盾吗？女生是来逼婚的，男生是来拖延的，你们看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挺好的一姑娘，你急什么呀？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啊！而且你今天来是逼婚的，你看哪一对逼出来幸福的婚姻了？你为什么要逼他呀？结婚都是心甘情愿的，你逼他结婚之后就一定会幸福吗？你觉得？因为我怕他把我绿了。啊？因为我怕他把我绿了。你怕他把你绿了？你觉得就是结婚之后就没有这种担忧了吗？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逼婚啊？就是想跟他在一起。但是他现在不想。他现在不想结婚。所以你刚才跟主持人说，你说我现在想和他结婚是因为我们家那儿的传统，
其实，在你内心当中真的是这么回事吗？我大胆冒昧的猜测一下，现在不用婚姻拴住他，你怕他未来跟你变心？对，因为我感觉就是现在我俩处对象就不像之前那样，他对我的态度就是不冷不热的。结婚就能改变这一切，能吗？你告诉我。不能。那你逼他干什么？就是我想让他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，因为我感觉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看不到未来。你是没有安全感。一段稳定和健康的感情应该给你安全感。你们俩这段感情现在能称得上健康和稳定吗？那要不健康不稳定，你结什么婚啊？结婚等着离啊？把所有的矛盾都埋在婚后，谁告诉你说结婚了之后一切就矛盾就全都解决，就没有问题了？你知不知道结婚之后问题更多啊？我的感觉和观察是什么呢？在这段感情当中，把握主动权的实际上是男方。一直心惊胆战的、没有安全感的、生怕对方离开自己的是你，而且你还蛮恋爱脑的，你挺让人拿捏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小伙子某一些方面挺自私的，女孩就是跟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男生就多聊了几句，可能你们之间也没什么老婆宝贝啊那种哥哥妹妹过分的称呼，就是跟人家多聊了，你男朋友什么状态，气得浑身哆嗦啊，就好像自己心爱的玩具被人抢走了一样。我的摩托被人抢走了，那个是占有欲。因为他在之前，他有好几次跟什么黑丝妹妹俩人在一块儿，他在网络上跟别人打擦边球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问题比你严重多了，你还都照样的去包容他，他不会那么对待你，他会和你分手。而他和你分手了之后，你得吭吭唧唧去求他去，你恋爱脑你知道吗？包括我觉得小伙子你应该认真的、清醒的面对，你还喜欢他吗？你还爱他吗？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，你这个问题留作家庭作业，你好好的想一想。我知道你是很爱他的，但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现在对你的方式？他有一天真和你提出分手，你还带怎的？爱情是你的全部，孩子。不是。所以何故如此苦苦相逼呢？让对方也没有余地，搞得自己也没有余地，逼他干嘛？很跌份儿啊！你把结婚当成挽救你们俩爱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，对吧？你觉得不结婚你俩就要分手了，对吧？算是吧。主要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所以就想试一试。你俩分手是早晚的事儿，结婚就别想了。这人能嫁吗？咱先不说他想不想跟你结婚的问题啊，你就想想这人能嫁吗？不能啊，不能。你知道是不能是吧？那你在干嘛？逼婚这件事儿，只会让自己更难堪，让你更可悲。结婚前，要先发出直击人性的3问，你替他来想想这3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他是否能够做到始终如一？他能吗？不能。如果出现一个比较光彩照人的，他能够做到不去对那个人动心吗？不能。能够做到欣赏和爱情中间划清界限吗？他在恋爱的时候都做不到，你还想跟他结婚吗？你现在想的不是要跟他结婚的问题，你现在要想的是分手之后你要怎么办？你要从这段感情当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，让你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比现在更好的你，然后再次出发。这已经是一个泥潭了，你深陷在其中不自救，别人救不起来你。所以今天你去问他，你到底能不能娶我，其实就是把你最后一丝自尊撕下来扔在了地上。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，考虑的就是分手之后要怎么办。把时间多花在自己身上吧，多读点书，你的世界就变大了。谢谢。如果那个黑丝妹妹真的是你的竞争对手的话，你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吗？没有优势。投降了怎么就？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就你内心带着极大的恐慌，这个恐慌是你在面对人际关系里面所有的竞争的时候，你无力面对，所以和他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。就今天是他，明天是别人，后天是工作、学业，其他任何一件事情，
你在面对竞争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失能的状态，你没有办法燃起自己的斗志，你也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的优势。我相信你一定是有优点的。人和人之间相比，除了颜值，除了外貌，我们还有内在，我们还有性情，我们还有知识，我们还有习惯，我们还有感情。我们有太多的优势可以去比较，但你说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对自己失去信心了，你已经失去分寸了，进退失据。我相信你以前或者跟他谈恋爱之前，你不是这样的。当一段恋爱让你变得慢慢的没有自信，慢慢的进退失据的时候，可能不是你错了，而是你选择这段爱情错了。沙老师说的是对的，不要把婚姻当成你挽回爱情的武器，这可能是你新踏入的一个全新的错误而已。你们俩像什么？像一辆摩托车遇到了一辆电动车，然后两个人同行了一段路，在城市里面相谈甚欢，甚至于开始聊起了往事和聊起了未来，聊到了一定的程度，突然之间骑电动车那个人说，要不你留下来吧，跟着我一起回家，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安居乐业。这是骑摩托车那个人说，我的梦想是穿越山海。这个时候他上了高架，把你一个人剩了下来。你说是不是因为我骑电动车太 low 了？不是的，只是你们走向了不同的方向，你们心里怀揣着对于未来不同的期待而已。现在很多的男生尤其之害怕承担分手的责任。都不快乐，你没有去看你现在的样子啊，姑娘。我不喜欢你男朋友，但他站在那儿，他还有无限可能。他站在那儿，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未来世界可能会很精彩。他未必现在是一个靠谱的青年，但至少他应该还可以经历过一番精彩的人生之后，慢慢的成为一个靠得住的青年中年。而你不行，你从现在已经在告诉我你在衰减，你最好的时光已经没了，你接下来再往一个怨妇。先是当一个怨妇，就是我在恋爱中受挫了，我必须以婚姻来挽尊，娶我，只要娶我，我就赢了。娶了以后生活不快乐，他依然不管你，于是你就想生个孩子就能解决问题了。生完了以后，你又会发现老大不争气，算了，再生一个就不会离婚了。
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沉沦。你们但凡把这个沉沦劲放在工作上1/10，你现在都有趣；你但凡把这个沉沦劲放在兴趣上1/10，你现在的人生都不一样。可是你都琢磨些什么呀？他好歹还有一个爱好，他在忙着骑行呢。他有圈子，有朋友，着迷于此。你呢？你只着迷他。当一个人的世界只着迷一个人，而那一个人其实又不咋地的时候，你比他要差得远了。现在不是说你要不要跟他结婚的问题，此刻的你不具备迎接成熟人生、成熟家庭的时刻，姑娘。好好的先找回自己个儿，笑起来，开朗起来，精神面貌抖擞起来，工作好好搞起来，把这个状态找着，再说我要不要结婚。你注意，你有一段话，为什么米娜老师会那么去说你？就特别简单，不懂是不是可以学呀？我男朋友那么喜欢摩托车，那么喜欢表这些东西，我看2本杂志，分分钟不就给他碾压了吗？多找点东西看一看。对不起。不是，如果你们相爱的时候就曾经过往里是开心的，就不存在对不起吗？你感觉耽误他了吧？还有吗？好好生活，加油，谢谢，亲。精彩节目稍后继续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。再一次的谢谢葵花胃康灵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